几乎所有中世纪哲学家关心的问题，都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紧密相连。几乎所有哲学难题的解答，包括认识论问题，都将上帝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实上，安瑟伦本人就把真理与可理解性直接等同于上帝。然而，正如他在《独白录》开篇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观点内含着一个显著的张力。如果上帝就是真理与理性可理解性本身，那么既然人类无法感知上帝，又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呢？安瑟伦提出的回答是，必须区分两种知识，一种是通过感官经验而熟知的知识，另一种是通过概念与描述而获得的知识。虽然上帝是非物质的，因而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但人类仍然可以借助感官经验所形成的概念体系，对上帝进行间接的概念性的认知。换言之，人类可以通过描述性知识来认识上帝。因此，人类对上帝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一个关键性的描述。上帝是无可设想更伟大的存在。从这一前提出发，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他认为，人类仅凭理性就可以认识到，确实存在这样一位上帝，他是全能、全知、至公、至慈且非物质的存在。800年之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认识论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区分，即直觉知识与描述性知识的区别。不过，罗素坚决否认这种区分可以被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将其视为一种认识方式的分析工具，而非形而上学的论证手段。随着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在13世纪初被译成拉丁文，主导早期中世纪思想的柏拉图式与奥古斯丁式认识论逐渐被取代。依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感官知识源于对具体事物的感知，然而这种知识以个别事物为对象，并且人类与动物都具备这种感知能力，因此它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认知形式。与之相对的是科学知识，它具有普遍性，能够把握事物的共享与必然性。阿奎那认为，正是这种从个别经验中上升到普遍真理的能力，使人类的理性区别于动物的感知。当我们说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这并不是在贬低具体性的重要，相反，阿奎那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也应当充满细节，而且在一切知识中，上帝的知识才是最为详尽、最为完备的。但这里的细节必须是某类事物本质上所必须的特征，而不是仅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关注的不是这朵玫瑰的颜色，而是什么是玫瑰这一类的普遍本质。阿奎那认为，虽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知识是对上帝的认识，但以人类的理性能力而言，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符合我们的天赋与局限。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它主要聚焦于人类如何认识物理对象，也就是有限的心智如何从感官出发触及真理的普遍结构。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生成机制的思想。他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理智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感官图像，也就是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接收到的具体现象。当我们看到一只狗，这个感官图像会被储存在心灵中，接着能动理智介入，它开始在图像中抽取出那些普遍的本质的要素。举个例子，从一只具体的狗的形象中，理智会提取出诸如有生命、能繁殖、能行动等普遍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狗之所以为狗的本质。与此同时，那些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比如这只狗属于小明，它重20公斤，则被剔除。换句话说，知识的生成正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从感性到理性，从图像到概念的跃迁。而在这个跃迁中，人的理智不仅是被动的接收，更是主动的参与、整理与提炼。阿奎那在这里让理智成为人类认知中连接经验与真理的桥梁，一种让有限的感官世界通向普遍秩序的神圣机制。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潜藏的疑虑，阿奎那对其进行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类理智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形式，还有一种更完整的东西。种相。种相并不是单纯的抽象形式，而是由形式与某种普遍的质料观念共同组成的复合体。阿奎那将这种普遍化了的质料称为共相质料，它与个别质料形成对比。个别质料是让每一个具体事物拥有独特存在的物理质，比如这只狗的毛色、体重、位置都是它的个别质料。而共享质料则是一种被理智抽象化的质料，它不属于任何一只具体的狗，却让我们能够思考狗这种普遍的存在。换言之，当我们在思考狗时，我们的心智中并非仅有一个纯粹的逻辑形式，而是拥有一个更丰满的思维模型，一个既脱离个别却又保留具象感的普遍图像。这正是众相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一修正，阿奎那让理智的对象变得更真实，更贴近人类的认知经验。它既不是空洞的抽象，也不是原始的感官印象，而是一种介于经验与理
理念之间的认知中介，一种让我们既能理解世界的普遍性，又不是对具体世界的把握的心智结构。这一理论曾遭到一个经典的质疑：如果认识一个事物意味着在理智中拥有它的形式与种相，那么我们真正认识的究竟是事物本身，还是我们心中关于它的观念？换句话说，若知识的对象只是被抽象出的形式或内在的种相，那人类岂不是永远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我们所知的一切只不过是心智中的表象。从这个角度看，阿奎那的理论似乎滑向了一种唯心主义。也许世界存在，但我们永远只能在观念的镜像里认识它。然而，阿奎那并不承认这种结论，他要强调的是知识的媒介与知识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形式与种相确实存在于心智之中，但它们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而是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在阿奎那看来，人并非认识心中的影像，而是借由这些心智形式直接认识现实本身。就像透过干净的玻璃看向窗外的风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而是玻璃之外的世界。这一细微而深刻的区分，让阿奎那的理论避开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并保留了一个关键信念：人类的理智虽然有限，却依然与世界的真实有直接的通路。阿奎那早已预见到这种理智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批评，并提出了多重回应。首先，他认为种相不同于纯粹的形式，因为其中包含了物质的观念。正是这种共相的物质，使得种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物质形式更接近真实事物本身。换言之，阿奎那的种相并非抽离世界的纯粹理念，而是保留了某种物质的可想性，因此仍然与现实中的具体对象保持着关联。其次，阿奎那强调科学的目标不是认识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认识某类事物共有的本性与规律。科学知识所追求的是普遍而必要的真理，而非个别偶然的事实。在这一点上，阿奎那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物理学家并不关心小明从窗外丢下的那颗特定的台球，他们关心的是任何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遵循的普遍规律。因此，对阿奎那而言，人类理智并非限于对观念的自我反思，而是透过种相这一中介，把握现实世界的共享结构。这种知识既超越了感官的个别经验，又避免了陷入唯心的幻想。尽管这些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批评的压力，但他们仍无法彻底化解主要的反对意见。为此，阿奎那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被认识的对象与认识所依凭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当我们指出所认识的是什么时，例如一只特定的狗，我们是在说明知识的对象；而当我们指出通过什么来认识时，例如狗的表象或种相，我们则是在说明认识的工具或机制。因此，阿奎那强调，被认识之物的种相并非知识的对象本身，它只是使我们能够认识对象的媒介或形式结构。换句话说，理智并不是直接以种相为目标，而是通过种相认识现实的事物。当然，若我们有意反思这一过程，种相本身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但那是一种二阶的认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通过这一区分，阿奎那成功地避免了知识对象只是观念的唯心主义陷阱，巩固了他关于人类理智直接面向真实世界的现实主义立场。尽管约翰·邓斯·斯科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抽象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仅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人类知识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人类能够确知的事物可分为4类。首先是那些可被绝对认识的事物，其中包括真实的同一性命题，例如西塞罗及图例，以及后来被称为分析命题的陈述，如人是理性的动物。斯科托认为，这类真理与使其为真的事物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真值并非依赖于外部经验或观察，而是内在的蕴含在概念关系本身之中。这第一类知识体现了斯科托对理性直观与逻辑必然性的重视，标志着他在经验哲学传统中逐步走向一种更严格的理性主义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个简单真理的否定必然是不一致的，即便它未表现为显示矛盾。例如，命题整体大于其任何部分的否定，虽然不像雪是白的且雪不是白的那样在形式上显得自相矛盾，但它仍然是不一致的，因为正如斯科托指出的，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情境使该否定命题为真。换言之，对于这类真理，其必然性并非仅仅逻辑上的对立冲突，而是根植于现实与理性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它们不可能在任何可设想的世界中被否定。这种见解预示着后来形而上学和模态逻辑中必然真理的概念雏形。第二类知识来自经验，但这里的经验不是一次性的感受，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反复的、积累的，在无数次遭遇中形成的认识。这种知识依靠归纳，当一种现象在大量相似的情境中，由同一种非自由的原因反复出现，我们便推断那是这种原因的自然结果。中世纪的思想家斯科托对这种归纳法充满信心，但这种信心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4世纪，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一位被称为修谟的先生的哲学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怀疑。即使我们无数次看到两种事件总是一起发生，也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换句话说，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但理性无法保证它们必然相关。因此，他指出，一切建立在因果假设上的推理，其实都缺乏理性上的正当性。第三类知识关乎自我行动。一个清醒的人不需要推理就能确定自己是清醒的，这种确定是直接的、无可置疑的。同样的，我们也无需证明就知道自己在思考、在看、在听或在感受，即使感觉的来源有误，比如感官受损、幻觉干扰，那种正在感受的事实依然真实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即使它在现实中并不真正圆，我们仍然直接地意识到那份圆润的感觉。最后一类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斯科托似乎并不被怀疑主义困扰，在他看来，感官本身就能带来真实的认知。我们透过眼睛与耳朵认识天上的星辰、脚下的大地、海洋的起伏，以及一切存在于其间的事物。斯科托在认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直观认知与抽象认知。所谓直观认知，是一种直接而确定的觉知，对某个存在的、正在存在的即可把握。当一个人亲眼看见苏格拉底，他便拥有了对两个命题的直观知识：其一，苏格拉底确实存在；其二，苏格拉底的存在正是这份认知的来源。抽象认知则不同，它是一种从存在本身抽离出来的思考，它不依赖于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建立在概念、逻辑与推理上的认识。当然，斯科托的理论并非牢不可破，其中不少观点都经不起怀疑主义的考验。比如，他坚信感官经验能带来确定无疑的知识，又主张直观认知本身能保证对象的存在。这些论点在后来的哲学家看来都太过乐观。奥卡姆格威廉这位活跃于13、14世纪之交的思想家，对斯科托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认知并不一定依赖于对象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完全可能拥有看见的觉知，即使那被看见的事物根本不存在。同样的，这种认知也不必由外部对象引起，它可能源自意识自身的运作，一种被显现的经验，而非被造成的事实。当有人问奥卡姆格威廉，直观知识与抽象知识的区别是什么，他的回答简洁的几乎让人意外，他们就是不同。但在这简单的回答背后，奥卡姆格威廉其实揭示了一个关键特征：直观知识是无中介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知者与被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间隔，没有概念，没有符号，也没有推理来介入。奥卡姆格威廉写道：“我说，事物本身被直接的认知，在它与感知或把握它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媒介。直观知识不是通过解释去理解世界，而是世界本身在意识中直接显现。”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知识并非单一的，它分为两种：自然的直观和超自然的直观。自然的直观知识发生在事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此时感知的对象确实在场，认知者判断它存在，而这份知识正是由那对象本身引起的。超自然的直观知识则不同，它出现在对象并不存在的时候，认知者判断那东西不存在，而这份认知不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由上帝直接赋予。自然的直观是世界让我们看见，超自然的直观是神让我们看见没有。奥卡姆格威廉承认，上帝也许会让人以为自己拥有某种直观认知，以为看见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而事实上那对象根本不存在。但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那样的经验并不能算作直观知识，只能被称为一种错误的信念。问题是，一旦他承认这种可能性，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事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真正的直观与神所造的幻象。就这样，奥卡姆格威廉在努力捍卫知识的确定性时，反而把怀疑的大门彻底敞开。在这一点上，他等于把战场拱手交给了怀疑论者。在奥卡姆格威廉之后，中世纪哲学几乎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怀疑。14世纪的米雷库尔的约翰因为提出外部世界无法被确知而被巴黎大学谴责。他认为上帝完全可以让幻觉看起来像真实。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断定眼前的世界不是神的幻术？就在这一年之前，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也遭到了教宗克莱孟六世的指控。他的立场更加激进，人类能够确定知道的只有两件事儿：
逻辑原则，如同一律与不矛盾律，以及当下的感官经验。除此之外，一切关于外部世界、因果、实体与存在的判断，都可能只是幻象。如前所述，他不仅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否认实体本身的真实。而这一连串的错误，他都归咎于亚里士多德。他写道，在所有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几乎没有得到哪怕2个确定无疑的结论，甚至也许1个都没有。到了这个阶段，怀疑论与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几乎成了同一件事。1367年，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写下《论我的无知与众人的无知》。在书中，他讽刺地称亚里士多德为最著名的那些并不真正拥有知识的人之一。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学与科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谓科学，是从不言自明的原理中推演出的知识，而神学是从上帝一切原理的源头那里获得的知识。在那样的世界里，理性与信仰并肩而行。但到了14世纪，这条并行的道路开始分叉，神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分离。神学家们开始主张，人类的理性其实极其有限，他们频频援引上帝的全能，用以削弱理性的权威，让理性在信仰面前低下头。于是，取代理性神学的是一种信仰至上的哲学，一种完全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唯性论。意大利神学家里米尼的格雷戈里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受奥卡姆格威廉的启发，他主张科学关心的是人类凭借自然手段，也就是感官与理智所能理解的事物，而神学探讨的则是只有通过超自然途径才能触及的真理。因此，神学不是科学，它的任务是阐释圣经的意义，说明信仰条目的内容，并从中推演出结论。但问题在于，圣经的可信性本身就建立在对神启的信念之上。既然如此，神学就缺乏理性意义上的根基。更进一步，既然我们既没有关于上帝的自明知识，也没有任何自然经验能让我们直接认识他，那么人类所能拥有的只是对上帝的一种抽象的理解，一种永远隔着距离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奥卡姆格威廉与里米尼的格雷戈里并不打算削弱神学的地位，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比科学更确定，因为神学的原则来自上帝，而上帝的真理不会出错。相比之下，科学的原则源于人，自然也带着人的局限与谬误。然而，对神学不利的是，到了16世纪，科学的声望开始上升，17、18世纪更是一路飙升。新一代思想家选择依靠理性与经验去独立推导自己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再也没有上帝的权威为他们背书。当神学逐渐对理性失去信心时，那些原本与亚里士多德无关，甚至与神学疏离的思想家，却成了理性的捍卫者。他们接过了求知的火炬，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人们往往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一群完全世俗化的思想者，但事实恰恰相反。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在他们的体系中保留了浓厚的宗教核心。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了2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并坚称只有建立在对上帝理性信念之上的人，才算真正拥有知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的开篇同样以一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作为起点，并由此展开一个关于上帝及自然、万物统一的宏大体系。而贝克莱则进一步指出，感官世界之所以恒定、稳定，并不是因为物质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上帝始终在思考它。人们之所以误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世俗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提出的许多认识论原则，虽然本意是为了捍卫宗教理性，但在后来的理解中却被视为削弱了信仰的合理性。托马斯·霍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中世纪的主流观点不同，霍布斯认为信仰的命题并不属于理智的范畴，而属于意志的领域，一种决定去相信的行为。就是说，宗教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如何使用。当人们宣告一条宗教信条时，他们并不是在陈述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也不是在等待理性去证明或反驳它，那是一种表达敬意与服从的行为，向上帝致敬并顺从宗教权威的命令。在这样的体系中，理解已不再是必要条件，即使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那些话的含义，只要把它说出口，信仰的功能就已经完成。1690年，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命题的理性地位。在他看来，一切信仰命题都必须服从理性的审查。首先，理性有权限制所谓神启的内容。如果一条信仰命题中存在逻辑矛盾，那么它就不可能来自上帝。其次，洛克认为任何启示都不能包含超出感官经验的观念。既然所有知识都源于经验，那种眼未见、耳未闻、心未想的启示便无法被理性接受。哪怕是圣保罗的见证，
也不能凌驾于经验与逻辑之上。在洛克看来，理性优于信仰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感官经验与理性知识的确定性永远高于任何所谓的启示。当我们亲眼看见一个人已经死去，就不可能再通过启示得知他此刻依然活着。同样的，数学与科学中的理性证明也不可能被神奇所推翻。一个矩形的内角总和是360度，任何与之相悖的启示都没有可信的理由。洛克写道，凡是与清晰而自明的理性判断相抵触的事物，都不配被视为信仰。那么，在整座人类信念的大厦里，信仰还能占据怎样的空间？在洛克看来，他与或真或假的命题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些命题属于理性无法确证，但也无法否定的那一类真理。洛克称它们为可能的真理。这类真理有两种，一种涉及可被观察的事实，另一种则超出了感官所能触及的范围。比如，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都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们描述的事件理论上是可以被目击的，而热是由无形微粒的摩擦产生的，以及天使存在则属于第二类，因为他们指向的是感官永远无法直接验证的对象。表面上看，洛克把宗教与科学放在同一逻辑框架中，似乎是在为信仰争取一席之地，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因为在洛克看来，理性才是最终的裁判。他写道，理性必须判断某事是否真的是神的启示，而在一切事物中，理性都必须是我们最后的法官与向导。洛克试图通过这句话让理性与启示彼此和解。他称理性为自然的启示，而启示则是被上帝扩展了的新理性。然而在随后的200年里，理性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判决，那些被称为启示的内容既不具备科学的资格，也不具备知识的地位。尽管早期近代哲学中仍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前的思想家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了。到了当代，大多数认识论哲学家已经不再关心那些带有神学意味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思想中纯粹世俗的部分，理性如何运作，经验如何确证，知识的边界在哪里。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也将把焦点放在这些与宗教无关的思想核心上。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这个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认知地震。震撼的理由有2个。首先，它直接违背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在我们的直觉中，太阳每天升起落下，而地球似乎静止不动。哥白尼的观点颠覆了这种直观，让人们开始怀疑，或许我们平日所谓的常识其实只是一种温和的迷信。其次，他的理论与圣经的宇宙图景相冲突。创世纪中说，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中心，万物环绕它而生。但如果哥白尼是对的，那么圣经就不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之书。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哥白尼，他的望远镜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真实宇宙的窗口，却也让人看清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并不等于真实的世界。那曾经被视为可靠的直接经验，在望远镜的镜片下暴露出错觉与局限。月亮并非完美光滑，行星并非恒久不变，甚至连星空的秩序也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更让人震惊的是，伽利略用数学去描述运动、坠落与轨迹，发现感官经验中那些丰富的色彩与质感其实都与知识无关。我们感觉到的未必能让我们理解。伽利略还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颠覆常识的理论，他区分了第一性属性和第二性属性。在他看来，物体真正拥有的只是第一性属性，形状、数量、运动，这些可以被数学描述，可以被理性测量，因而属于事物本身。至于颜色、气味、味道、声音，那些我们以为存在于世界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红色不在苹果里，香气也不在花朵中，它们存在于人，存在于感知者的心灵。现代科学的崛起以及怀疑主义的复兴，共同塑造了笛卡尔的思想背景。笛卡尔相信人类是有可能获得确定知识的，他也坚信科学终将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怀疑不是愚蠢的否定，而是一种必须回应的挑战。科学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规律，却也让我们开始怀疑那些所谓知识的根基是否真的稳固。笛卡尔决定正面迎战，他相信只有他能为这场怀疑找到最终的答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以极端的方式描绘了怀疑的挑战。他设想，也许有一个恶意的天才，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正不断欺骗着他，让他以为世界存在，以为自己在看、在听、
在思考。如果一切感知都可能是幻觉，那他还能确定什么？笛卡尔从这个黑暗的假设出发，一步步逼近一个无法动摇的事实。如果我被欺骗，那我就在被欺骗这件事中思考，而只要我在思考，我就存在。于是他得出了那句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笛卡尔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两种：直觉与推演。直觉并非感官的直觉，而是一种心灵的直接看见，一种无中介的把握。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时，这种觉知本身就带着不可怀疑的确定性。他直观地看到，我在思考这件事儿必然是真的。乍看之下，那句我思故我在似乎是一种推论，好像存在是从思考推出来的。但笛卡尔后来在反驳与答辩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直觉的洞见。我在与我思并不是前后因果，而是同一瞬间的自明真理。如果人类所能确定的只有我在思考与我存在，那我们的知识将显得极其贫乏。于是笛卡尔决定走出这座孤独的自我之岛，去重新建立一座通往世界的理性大厦。他尝试证明上帝确实存在，而知识的标准是对事物拥有清晰而明的观念。他主张心灵比身体更容易被认识，因为思想是直接可知的，而物质的本质不过是延展，一种可以在空间中被度量的存在。最后，笛卡尔希望通过这些推论重新确认，他曾经相信的大多数事物其实仍然是真实的。但不幸的是，笛卡尔的推论并没有说服太多人。他试图用理性证明一切，却在理性之中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救的圈套。后人称之为笛卡尔循环。笛卡尔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知识可以超越我思故我在，是因为他相信凡是被清晰而明的感知到的都必然是真的。然而，这一信念本身的可靠性又依赖于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只有当上帝存在并且不欺骗他，笛卡尔才能相信那些清晰而明晰的观念是真实的。可问题是，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又正是建立在这些清晰明晰的观念之上。理性环绕自身，像一条咬住尾巴的蛇。如果上帝的存在尚未被证明，笛卡尔就无法确定自己在论证中没有被欺骗，没有出错，那他就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证明是可靠的。而如果他连这点都无法确定，那他又凭什么确信自己知道的比我存在更多？在笛卡尔之后，哲学界出现了一道新的分界线。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的最终源头是理性，只要思维足够清晰，推理足够严密，真理就能从思想中被抽取出来。而经验主义者则反驳说，理性不是泉源，只是容器，知识的水并不从心中涌出，而是从经验流入。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主张，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人出生时并没有所谓的先天观念，心灵不过是一块空白的石板，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对笛卡尔以及后来像莱布尼茨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先天观念的假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白的纸，那我们又如何解释那些并非来自感官却人人共有的观念？比如数的概念，我们看得见石头、树叶、星星，但2或3本身从未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出现过。又比如那条似乎写在理性深处的法则，一切事件都有其原因。这些观念不像是由经验拼凑出来的，更像是思维本身的结构，它们不被世界给予，而是世界被他们理解。洛克认为，理性主义者的那套说法其实毫无说服力。他主张，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琐碎观念外，我们的一切想法、概念与知识都能在经验中找到来源。但洛克并没有正面攻击先天观念的学说，他的策略更微妙，不是去摧毁它，而是去证明它根本不需要存在。就像修理一部复杂的机器，洛克并没有锤子，他用的是剃刀，那是后来哲学家所称的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凡是多余的假设就该被剃掉。在洛克看来，经验并不是单一的，它有2种来源。第一种来自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就是感官经验，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去认识物体、颜色、声音与形状。第2种则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观察，洛克称之为反思。这种经验没有确切的日常词，它指的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感知、在思考、在怀疑、在相信、在推理、在认识，在意愿。感官让我们看见世界，反思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洛克的体系中，知识是由观念构成的。所谓简单观念，就是心灵最初直接感知到的内容，它要么来自感官，要么来自反思，这是经验进入意识的第一个瞬间。比如一个颜色、一种气味、一种柔软或冰凉的触感，这些简单观念就像思维的原子，本身不能再被分解。而当心灵开始把它们组合、对比、重复时，就产生了复合观念。比如我们说苹果其实是由颜色、
形状、气味、触感等一连串简单观念拼合出来的复合图像。更进一步，当心灵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特征，让某一个苹果的观念成为一切苹果的代表，那便是抽象观念的诞生。在洛克看来，所谓事物的性质，其实就是它引发我们心中某种观念的力量。举个例子，当我们说红这个词，其实有2层意思，它既可以指我们心中对红色的感受，也可以指物体内部那种让我们产生这种感受的特性。在这点上，洛克追随了伽利略的区分，他把性质分成2类：原质和次质。原质是那些存在于物体本身的属性，形状、大小、数量、运动。当我们感知这些时，心中的观念与物体的真实状态是一致的。而次质则不同，像颜色、气味、味道、声音，它们并不属于物体本身，而只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灵之中。换句话说，原质与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观念是相似的，它们彼此对应。这些原质包括坚固性、延展性、形状、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而次质则只是这些原质以某种方式组合排列之后，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感官效果。比如消防车的红并不在消防车本身，那只是光线作用于我们视觉后的结果，但它的坚固，也就是那种有分量、有体积的实在感，确实属于它自身。又如玫瑰的香气并不真的存在于花朵里，那是花瓣分子与我们的感官互动后在意识中生成的感觉。但玫瑰的延展性，它的形状与空间占据，则确实存在于花朵之中。在人类理解论第4卷中，洛克正式给出了他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心灵对观念之间关系与契合或不契合与矛盾的觉察。人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知道，其实是察觉到2个观念之间的连接或对立。在这种意义下，洛克认为知识可以分为3种层次。第一层是他称为直觉知识的部分，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确定的认知。心灵在没有任何中介的情况下，立刻看出2个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们明白白不同于黑或圆不是方，这并不需要推理，心灵立刻就看见了它们的不相容。这种认知不依赖证明，它像光一样，一出现就让一切显而易见。但后来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同样属于直觉知识。当一个人意识到我在思考，他就立刻知道我存在。这种确定性不来自推理，而是一种直接的照见。正如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理像光一样显现。洛克也借用了这个隐喻，他说，当心灵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他立刻被一种清晰的光充满，正是这种光支撑着我们所有知识的确定与明证。知识的第2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论证知识。当心灵要判断2个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无法像白不是黑那样直接看清时，它就需要一个中介的观念来帮助我们连接2者。这种知识并非直接闪现的直觉，而是通过推理、证明和逻辑的桥梁建立起来的。就像在数学证明中，结论与前提之间的关系要靠一连串中间步骤与逻辑法则来支撑。因此，洛克认为，论证知识虽然也具有确定性，但它的确定性不如直觉那样纯粹，因为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逐步验证，确保没有一步出错。知识依然清晰，只是光线不再直接照耀，而是透过层层折射。知识的第3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感知知识，这一层大致相当于斯格托的直观认知，也就是我们对外部有限事物此刻存在的感知。当我们看到一棵树，听到一阵风，或触摸到石头的冰凉，我们便获得了这种感知性的知识，它告诉我们这件东西此刻就在这里。然而，洛克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确定的知识。与直觉知识或论证知识相比，感知知识要不那么可靠，因为感官可能欺骗我们，知觉也可能被幻象扰乱。它虽能把我们带向现实，却仍留下一道模糊的缝隙。在确定的知识之后，洛克认为最接近知识的便是豁然性。他将豁然性定义为观念之间似乎一致或似乎相悖的表象，就像知识一样，豁然性也有不同的层级，其中最高的一种属于那些在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中几乎被人类普遍承认的命题。洛克或许想到的正是他同时代人几乎一致相信的命题：上帝存在。他也明确提到，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同样属于这种具有高度豁然性的判断。在豁然性的层级中，仅次于普遍共识的是那些虽非放诸四海皆准，却多半如此的命题。例如，人们往往更关心自己的私利，而非公共利益。这类命题通常来自历史的观察，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时代与人性不断重复的印证。再往下，概率更低的层级属于关于具体事实的陈述。比如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尤利乌斯·凯撒的人，但麻烦在于历史的证词常常相互冲突，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见证，让真相像被雾气包裹的风景，隐约可见却难以确证。而洛克坦言，没有任何固定的法则
能教我们如何在这些纷争中判定哪一方更可信。或然性所触及的范围，并不止于我们能感知的世界，它同样关乎那些超出感官经验的存在，天使与恶魔，磁力与分子。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上，我们依然谈论可能与可信，依然用理性去丈量信念的分量。之后，经验主义思想的发展，在乔治·贝克莱那里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在他的代表作《人类知识原理》中，贝克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世界上除了观念与心灵，别无他物。他把观念分为3类，第一类来自感官经验，对应洛克所说的感知中的单纯观念；第二类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觉察，比如情绪、意志、思考，这相当于洛克的反思观念；第3类则源于我们对这些观念的组合、分解与再表征，它们构成了复合观念。在贝克莱的思想中，心灵是一种单一、不可分割却充满能动性的存在，它的活动有2种形式：理解与意志。理解是心灵在感知观念，意志则是心灵在创造观念。于是，那些看似坚实的桌子、椅子、山川、星辰，在贝克莱眼中，其实都只是一组感官观念的集合，而观念不可能存在于心灵之外。这意味着，桌椅之所以存在，只因为有人在感知它们。换句话说，离开了被感知的瞬间，世界也随之隐退。贝克莱用一句拉丁文概括了这一切：存在即被感知。Sest percipi， 那句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一棵树在无人听见的森林里倒下，它会发出声音吗？其实，灵感正是来自贝克莱的哲学。当然，他从未这样提问，但他确实面对过同样的质疑：当没有人在场时，世界是否仍然存在？贝克莱的回答有几个层次。他有时会说，那张空房间里的桌子，如果有人进入，就会被感知。可这只是条件句，他说明了若被看见则存在，却没回答未被看见时是否仍然存在。他给出的根本回应是，即便没有任何人类在感知，依然有上帝在感知。正是上帝的思维，让那张桌子、那棵树、那片天空，在无人注视的时刻依旧存在。乍一听，贝克莱的学说确实让人感到离奇，万物皆为观念。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颠覆常识，而是揭示常识背后的真相。当我们说颜色、声音、树木、狗、桌子都是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我们终于在描述它们真正的存在方式。即使我们说动物与家具只是观念，这也不代表它们是虚幻的、透明的或脆弱的幻影，因为坚硬、厚重、持久这些感觉本身也都是观念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贝克莱给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逻辑论证，一个3段论。第一，物理的东西，比如树、狗、房子，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第二，一切被感官感知的事物其实都是观念，因此物理的东西也不过是观念。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感知到的是事物本身，不是观念，贝克莱会平静地回应，没有观念就没有感知。所谓事物本身，根本无法脱离观念而被谈论。他认为，感官并不是通向外在世界的窗口，而是意识展开自身的方式。与洛克不同，贝克莱不相信在观念背后还存在某种隐藏的实在或心灵之外的物质。在他看来，物质世界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清晰的意义。贝克莱的理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洛克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做法其实是假的，因为延展、形状、运动、静止、坚实和绿色、嘈杂、苦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全都是观念。我们只是习惯性的把前者当成真实，把后者当成感觉。可在贝克莱看来，所谓真实与感觉不过是一体两面。更进一步，物质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矛盾的。哲学家说，物质是一种不被感知的延展与形状。可延展与形状若真是不被感知的，那它们又如何成为观念？既然一切延展、形状、运动都只能通过感知存在，那么所谓脱离感知的物质根本无法存在。当然，贝克莱的主张其实并不新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到笛卡尔，许多基督教哲学家都相信，上帝不仅创造万物，也通过思念让万物持续存在。如果上帝有一瞬停止思考某个被造之物，它就会立刻消失。贝克莱拒绝了洛克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分，也否定了物质的存在，但他依然保留了洛克的一部分信念：心灵是真实的实体，因果是一种隐藏的力量。然而，接下来登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将把这最后的依托也彻底推翻。休谟将一切心灵活动统称为知觉，而知觉又分为2种：印象与观念。印象是那些以最强烈、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比如看到红色、听到声音、感到疼痛或情绪的波动，它们带着一种力量和鲜活的冲击。观念则是这些印象的微弱回声，是印象在心灵中留下的淡影。印象是被感受的，而观念是被思考的。休谟认为，
这种区别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几乎无需解释。不过，他也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做梦、发烧或陷入疯狂时，观念可能会带上印象般的强度，而某些印象也可能变得如观念那样微弱，但这样的情形毕竟罕见。不过，修谟关于印象和观念的区分，其实存在着他本人并未察觉的问题。举个例子，愤怒这一印象，也就是愤怒的真实体验，带有一种确定的、难以混淆的特质和强烈的情绪力量。然而，愤怒的观念，也就是对愤怒的思考或回忆，并不是那种较弱的愤怒体验。想一想，愤怒这个概念并不会让人真的陷入愤怒，正如思考幸福也不会让人立刻感到幸福一样。因此，愤怒的印象和愤怒的观念之间并不仅仅是强度的差别，而是性质的不同。而这一点，修谟的理论似乎并未真正解释清楚。修谟认为，一切知觉，无论是印象还是观念，都可以分为两种：简单的和复杂的。简单知觉是那些无法再被拆分或区分的最基本心灵内容，而复杂知觉则是由若干简单知觉组合而成的整体。举个例子，当我们感知一个苹果时，这个苹果的知觉其实是复杂的，因为它包含了若干简单的元素，比如特定的形状、颜色、质地和气味。值得注意的是，在修谟看来，每一个简单印象都对应着一个简单观念，二者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力量和鲜明度，印象更强烈、更生动，观念则较为微弱、暗淡。因此，就像红色的印象对应着红色的观念，两者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在心灵中呈现的力度不同而已。这一点构成了修谟经验论的基础。所有观念最终都源自印象，心灵的思维活动只不过是对这些经验元素的重新组合。不过，这种印象与观念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复杂知觉。虽然我们可以说，苹果的复杂印象与苹果的复杂观念之间存在某种对应，但并非所有复杂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影响。举例来说，飞马或独角兽的观念就是由人们组合已有观念而成的复杂观念，它们并没有现实的印象作为依据。换句话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对象，因此也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影响。同样，我们也无法拥有一个罗马全景的单一复杂观念，因为我们的心灵从未一次性地感受过这样一个宏大的整体影响。这说明，虽然所有简单观念都必须源自影响，但复杂观念却可以通过心灵的组合与构想形成，哪怕这些组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正是修谟解释想象、虚构与创造力的重要前提。由于每一个简单观念的形成都必然以相应的简单印象为前提，而每一次对简单印象的体验又总会被随后的简单观念所跟随，因此修谟得出结论：简单印象是相应简单观念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有某种观念，是因为先前曾经感受过与之对应的印象。印象先行，观念随后，观念不过是印象在心灵中的一幅淡化的复制品。这正是修谟经验论的出发点之一。他认为人类心灵中没有天生的观念，一切内容都来自经验，先有感受，后有回忆与思考。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印象来源原则。修谟认为，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感官的印象，另一种是反思的印象。关于前者，修谟说的极少，他只是指出感官印象最初从灵魂中升起，其原因我们并不知晓。也就是说，热与冷，光与暗，痛楚与愉悦，它们的最初起点是神秘的。至于反思的印象，则是经过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心灵活动而生成的。首先，我们体验到热与冷、饥与渴、苦与乐的感官印象，接着心灵在这些印象之上形成相应的观念，关于热，关于渴，关于快乐与痛苦。最后，当我们回想并反省这些观念时，又会产生新的印象，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由此，修谟揭示出一种心灵的循环，感官的体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而思想的反省又反过来激起情感的波澜。人类的想象力似乎拥有无穷的自由，它能随意拼接、分解、重组各种观念。然而，我们的思维并没有陷入完全的混乱，相反，它总是沿着某些规律性的轨道运行。修谟提出，这种规律来自于心灵的三种联想原则：相似、毗邻、因果。当我们想到一个观念时，心灵往往会自然跳向与它相似的另一个。想到红，会联想到粉与白；想到狗，又想到狼与郊狼。第二个原则是毗邻，我们总倾向于把时间与空间上相近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提到房屋，便想到窗；提到宴席，便想到笑声。而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则是因果。我们的大脑习惯将某些观念成对绑定，火与烟，父母与子女，疾病与死亡。这些联想并非理性的推论，而是心灵的本能。它们像看不见的线，在意识的暗流中牵引着我们的思绪，让思想的流动呈现出一种近乎秩序的幻象。修谟把相似性原则又用来解释另一个更深的问题：人类的一般观念究竟从何而来？
他认为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抽象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源于具体的经验，都带着独一无二的细节与形象。所谓抽象，不过是一种心理的错觉。当我们说出人类这个词，脑海里并不会出现一个模糊的无特征的人，我们想到的也许是一张具体的脸，某个姿态，某种声音，某个瞬间。那为什么这个具体的人却能代表整个人类？修魔的答案是因为相似。这个具体的形象会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其他相似的形象，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在心中形成一连串的回响，于是这个特定的印象就成了一个通往整体的入口。它不是抽象的，却能唤起普遍的。修魔说，所谓一般观念，只是那些能引发相似联想的具体观念。人类的理性并不超脱经验，它只是记忆与相似在心灵中编织出的幻象。在修魔看来，人类的心智能够理解的真理其实只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关于事实世界的陈述。观念的关系是我们可以直接看见的真理，它们或是显而易见的，或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出，比如 A 就是 A，B 与 C 相似， D 比1大。这些命题不依赖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真伪可以在思维中被直观的把握。如果一个命题为真，那么它的否定一定是自相矛盾的。这类真理构成了数学与逻辑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修魔认为算术与代数是人类知识中最确定的部分，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没有经验的误差，只有理性的明晰。不过，在人性论时期，修魔对数学的各个分支并不一视同仁。他认为几何学的确定性不如算术与代数那样绝对，因为几何的原始概念点、线、面都来自感官的经验，而一旦牵涉到感官，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后来，修魔改变了看法，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他重新把几何放回到理性科学的高台之上，与算术、代数并列为纯粹思维的领域。在他眼中，这些学科的真理不依赖世界的偶然，而源于心灵的逻辑结构。与观念的关系不同，事实的命题只能通过经验来认识，而在所有关于事实的命题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就是那些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比如我们说火会带来热，或者一个正在运动的台球会让另一颗静止的台球也动起来。这些听上去理所当然的陈述，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巨大的假设：某种事物会必然地引发另一种事物。但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是怎样通过经验知道一个东西会导致另一个？又是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理性地证明这种必然联系？火焰真的包含了热的原因吗？还是我们只是习惯性地把两者连在一起？修魔在这里要做的正是撕开这个理所当然的信念，让人们直视那种潜藏在日常思维背后的不确定。也许所谓因果从来只是经验的幻觉。在人性论中，修魔仔细拆解了因果这个我们日常最熟悉却最不被质疑的概念。他说，当我们宣称某物导致了某物，其实背后包含了3个隐藏的成分。第一，毗邻，也就是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火焰和热气必须相邻，球与球必须相撞，我们才会感到它们彼此有关。第二，时间的先后，原因总在结果之前，火先燃烧，热才蔓延，力先作用，运动才发生。而第3个，也是最神秘、最关键的部分，必然联系。我们之所以称一个事件为原因，不仅因为它在另一个事件之前发生，也不仅因为它们总是同时出现，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前者之中蕴含着让后者必须发生的力量。这种必然的感觉正是因果信念的核心。但修魔要问的是，这种必然性究竟来自世界，还是仅仅存在于人心？前2个成分毗邻与先后，它们的来源并不难解释。在过去的经验里，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移动的台球撞上一颗静止的球，随后那颗静止的球立刻动了起来。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撞击总是先于运动，从不反过来。这就是我们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全部。但那个更深的成分呢？当我们说撞击导致了运动，我们心中总会多出一种感觉，仿佛撞击中蕴藏着一种必然的力量，它迫使第2颗球必须运动。可是修魔问，这种必然性我们真的看见过吗？我们看到过2个球相撞，看到过一个球动，另一个随之而动，但我们从未看见那股神秘的必然力量。经验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相继，却永远无法展示因果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必然联系这个观念，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一个原因会在未来产生某种尚未出现的结果，也没有理由相信眼前的某个结果是由过去某个未被我们看见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我们过去曾多次看到原因与结果总是相邻有序的出现，这也无法逻辑的推出未来还会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换句话说，
过去的相继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必然。这样的推论其实只有在一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那就是我们尚未经历的事例必须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例相似，自然的运行总是保持一致。听起来似乎合理，但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本身也需要被证明，而任何试图去证明它的努力，最终都难逃一个循环论证。比如说，有人或许会这样辩护：我们之所以可以相信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是因为在过去，未来确实总是像过去一样。但请注意，这正是在用过去的经验去证明未来的经验会相同。他预设了自己要证明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样的论证是自我循环的，它根本不能为自然的恒常性提供真正的理由。面对这个难题，休谟给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在外部世界中真的观察到了某种必然性，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当我们反复看到某两个事件，比如一个运动的台球撞上另一颗静止的台球，并且每一次撞击之后，静止的球都会动起来，这种持续的经验让我们的心灵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于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到第一颗球运动时，心中便自动的、不由自主地联想出第二颗球即将被撞动的情景。这种被习惯的力量所推动，仿佛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带着走的感觉，就是休谟所说的心理的决定感。而正是这种被带动的主观印象，成为我们心中必然联系这个观念的真正来源。休谟之所以称自己的解释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虽然他成功说明了必然联系这一观念从何而来，但他并没有让我们的因果推论变得更理性。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去相信因果关系，却无法证明这种信念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个事件会引发另一个事件，并不是因为理性推理出了必然性，而只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反复让我们习惯性地看到它们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关于未来结果和过去原因的一切信念，都不过是心理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推论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引导我们生活的伟大力量不是理性，而是习惯。自柏拉图以来，实体一直是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被理解为其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东西。在洛克看来，一个对象的实体就是那种隐藏的机制，是所有性质赖以存在并附着其上的根基。然而，休谟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拒绝了这一概念。忠于他的严格经验主义，休谟认为，如果实体的观念真的对应某种真实的东西，那它就必须来源于经验。可是，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直接感知到实体本身呢？按照那些拥护实体概念的哲学家们自己的定义，所谓实体是在对象各种性质之下支撑它们的东西，它存在于可感性质的背后，因此原则上是不可被观察到的。休谟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实体的观念，它与一组特定性质的集合并无区别。当我们谈论或推理所谓的实体时，实际上只是在谈论一堆彼此关联的感觉特征。在他看来，那些早期哲学家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不过是由想象力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它们一个统一的名字罢了。就像黄金，它并不是某种隐藏在性质之下的实在东西，而只是我们观念中关于黄色、可断、可溶等等特征的集合体。甚至连心灵或自我，在休谟看来，也不过是一对由各种知觉拼成的集合体。这些知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某些关联，就被我们误以为属于一个单一而持续的自我。但那种统一与恒常只是想象的产物，并不真实。这个结论对个人同一性的问题影响巨大。洛克曾试图通过记忆来解释同一个人是什么，而休谟则更彻底。如果所谓的心灵只是知觉的集合，那就根本没有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保持不变。因此，说昨天感受痛苦的那个人与今天在思考的我是同一个自我，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我们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只有一连串不断流动的知觉，像瀑布一样瞬息万变。唯心主义通常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心灵或者依赖于心灵而存在。但康德并不完全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是一种更复杂、更深刻的理论——先验唯心论。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单纯来自感官经验，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推导出来的，它是感性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次经验都是外在的感觉、材料与心灵的形式与结构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由心灵提供的形式包括空间与时间，它们是我们感知任何物体的
必要条件。同时，还有一些极为普遍的概念结构，使得我们的经验能够被理解、被组织。因此，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经过心灵加工后的样子。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唯心论的核心思想。康德认为，当我们对经验做出判断时，心灵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感官材料，而是主动地赋予经验以结构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心灵会把经验的内容纳入一组先天的概念框架中，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这些概念包括一性、多性、全体、实在、否定、限制、固有与依存、因果与结果、相互作用，以及可能性、存在、必然性。正是这些先天的概念，让我们能够把杂乱的感官印象组织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球撞击另一个球，我们不仅看到两个相继的事件，还自然地理解为前者导致了后者。这种因果性的概念并不是来自经验本身，而是由心灵主动加诸于经验之上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中看到因果，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以因果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康德在这里回应了休谟的怀疑。休谟说，因果并不存在于世界中，它只是心灵的习惯。康德则反驳道，没错，因果确实不在世界里，但正因为它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得以有世界可言。虽然康德被称为先验唯心论者，但他并不认为一切存在都只是心中的幻影。在他看来，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之外的世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认识它。这个世界由所谓的物自体组成，它不在空间之中，也不在时间之中，它们不会发生因果关系，也无法被任何经验触及。物自体是存在的，但它永远在我们的认知边界之外。康德坚持这一点，是为了与贝克莱彻底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贝克莱说，世界只是被感知的心灵现象，没有被感知的对象，就没有所谓的世界。康德认为这种看法太过极端，他写道，若有表象，必有所表，没有被显现的东西，就谈不上显现本身。因此，康德的哲学像一座两岸之间的桥，一边是经验世界，我们能认识、能科学研究的领域，另一边是物自体的世界，真实存在却永远不可知。我们活在桥的这一边，面对的是现象，而非真相本身。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理性才永远有探索的方向。康德的理论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来自经验，心灵只是被动的去反映外部世界。但康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不是心灵去适应世界，而是世界要符合心灵的条件才能被我们认识。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现实，其实是由人类的感官形式与理性结构所塑造的。世界在进入我们的认知之前，已经被过滤过了。康德把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比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像哥白尼让太阳取代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一样，康德让人类的理性取代了客观世界，成为认识的中心。从此，哲学的重心从世界是什么，转向我们怎样认识世界。这就是康德革命的意义。他让认识者本身成为哲学的宇宙中心。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知识命题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先天分析命题，比如所有单身者都是未婚的，或者所有正方形都有4条边。这类命题只是通过分析概念本身就能知道真伪，不需要任何经验。第二种是后天综合命题，像猫在垫子上，今天正在下雨。这种知识来自经验，要靠观察世界才能判断真假。但最让康德着迷的是第3种先天综合命题，比如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这样的命题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它既不是逻辑必然的定义，也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它是人类理性主动赋予世界的结构，是我们认识经验世界的先决条件。在康德看来，正是这种先天综合知识构成了数学和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之中，但我们却能够独立于经验知道它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命题反映的不是世界本身的结构，而是人类感性形式所施加的条件。康德认为，任何成为经验对象的事物都必须被我们经验为有原因也有结果的东西。换句话说，因果性并不是从经验得出的，而是经验得以成立的前提。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先验唯心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康德要揭示人类理性如何为经验世界提供秩序、法则与必然性。由于人类只能在空间与时间的框架中经验世界，并且只能在因果律的支配下认识事物，康德认为我们在理论上，也就是在科学的层面上，根本无法认识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存在。因此，像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这样的概念
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然而，康德并没有因此否定它们的意义。他指出，这些观念虽然无法被证明为真，却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因为唯有在假定上帝、自由与灵魂永存的前提下，人类才能把自己理解为具有道德责任与理性目的的存在者。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道德信念的必然条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他的思想以深奥著称。黑格尔的认识论内容极其复杂，几乎无法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概述。然而，他对早期哲学，尤其是近代认识论所提出的批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些批评标志着现代哲学时代的终结，并为之后的思想转向铺下了关键的道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批评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经验论者通常认为，人的心灵在经验中至少有一部分感官内容是被直接给予的，也就是说，这些经验的内容可以被心灵直接把握，无需概念的介入。但黑格尔坚决否认这种看法，他主张不存在所谓的直接领会或无媒介的知识，一切认识都必然是经由概念的。尽管康德也认为经验知识离不开概念以及心灵所赋予的空间与时间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依然过分强调了经验中被给予的部分，仍然让感性材料占据了太大的地位。黑格尔认为，早期的认识论理论，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假定知识必须与现实相对应。然而，黑格尔指出，追求这种信念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要验证这种对应是否成立，我们必须依赖某种信念来判断。这样一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超越信念，而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关于信念的信念。人话就是说，人不可能脱离信念去直接比较信念与现实，因为我们对现实的一切经验始终都被信念和概念所中介。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正是这种逻辑荒谬的一个例子。当代哲学的兴起大约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当代哲学往往以对近代理性传统的批评为出发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对这一传统的冷漠或疏离。当代哲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是大陆哲学，它指的是西欧哲学家所发展的思想风格；二是分析哲学，又称为英美哲学，其中包括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欧洲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认识论领域，20世纪最初的25年间，大陆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难题：如何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人类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观念或表象，而非世界本身，那么知识又如何可能？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认识论理论缺乏真正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聚焦于人类实际经验中的被认识对象本身。为了强调这种思维的重新取向，胡塞尔提出了一句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哲学家们需要重新发现经验之中真正被给予的是什么，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经验现象的细致描述才能实现。因此，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象学，它最初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科学，而在此基础上才逐步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或称先验的哲学。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都预设了一个根本性的鸿沟，即认识者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让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变得可疑，似乎一切关于外界的认识都必须先经过证明才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胡塞尔认为，这样的前提本身就违背了哲学应有的原则。哲学作为最根本的科学，应该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因此，在他看来，在没有进行完全无前提的研究之前，就假定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存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够哲学的。为了排除一切预设，胡塞尔提出了一种关键的方法：悬搁。希腊语 epoch 意为保留或搁置，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古希腊怀疑主义，但在胡塞尔的哲学中，它成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工具，一种括号化的技巧。通过悬搁，我们暂时搁置一切传统的哲学理论，也搁置所有日常常识性的信念，不去肯定，也不去否定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意识的经验纯粹地显现出来，从而进行真正的现象学描述。悬搁只是胡塞尔提出的一系列先验还原中的第一步。胡塞尔的目的是要在哲学探究中彻底消除一切预设，确保自己不依赖任何未经检验的假定。其中一种还原方式据说能够让人抵达先验自我，
也就是所谓的纯粹意识。听起来似乎胡塞尔接下来会去描述这个纯粹自我的经验内容，但他真正的目标却不同，他转向了本质还原，也就是去发现各种观念的本质，例如红色的本质、表面的本质或关系的本质。这些步骤都属于胡塞尔宏大的计划，为哲学建立一种完美的、绝对可靠的方法论，从而让哲学的知识达到彻底的确定性。胡塞尔的鲜艳自我看起来与笛卡尔的思维心灵非常相似，他能够思考世界，却既没有直接接触世界的途径，也没有对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正因为如此，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试图克服这种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那正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本想消除或绕过的东西。然而，这一尝试带来了新的难题。既然鲜艳自我似乎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意识，那胡塞尔就必须面对一个长期困扰哲学的深层问题：独我论。也就是说，如果一切经验都只是我的意识现象，那他人世界是否还能在我的意识之外真实存在呢？他的许多追随者，包括那位最著名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都意识到现象学在一开始的道路上出了问题。海德格尔的诊断很直接，问题的根源在于胡塞尔相信人类的意识中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可以脱离世界、独立思考的纯粹自我。但海德格尔说，那样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从来不是漂浮在世界之外的观察者，我们生而就在世界之中，生活、行动、理解一切。意识不是隔离的容器，不是装满观念和表象的盒子。1927年，他在《存在与时间》中重新出发，回到现象学最初的目标，回到事物本身。在这条路上，他放弃了胡塞尔的超验还原，不再试图退回一个纯粹的意识层面，而是转向存在本身。人如何在世界中在场，以及这种在场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发现，人类从根本上是被世界所束缚的存在，我们不需要推导出世界的存在，世界本就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是一切意识的前提。在最原始、最自然的经验层面上，人类并不是孤立的思考，而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中。我们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群体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化的。想象一个工匠与他的工具，他并不会去思考锤子是什么，而是在使用它时与世界融为一体。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如此，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不是哲学家在书桌前的反思，而是日常生活中无数具体的操作与互动。因此，哲学家的理论知识其实只是一种衍生的特殊的认知形式。而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胡塞尔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把这种哲学式的思考当成了所有知识的标准。不过，尽管海德格尔强调人始终是栖居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仍然认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本体上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给这种存在取了一个名字，此在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场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世界之间不是分离的两极，而是一种在场的关系。我们总是在世界之中对世界敞开，而世界也因此对我们显现。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依然保留了一个核心立场：人是那种能够让世界显现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与胡塞尔仍有共通之处。无论是纯粹意识还是此在，都意味着认知者仍然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到了20世纪中叶，现象学的思想被带到法国，在那里他迎来了新的代表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不同，梅洛庞蒂拒绝了把世界扩起来的做法。他认为人对世界的经验不是附属品，而是出发点。我们并不是先有思想再去认识世界，而是在感知中与世界共生。他把这一观点概括为一句话：感知的首要性。在他看来，那种传统的二元划分，比如笛卡尔的心灵与身体的对立，根本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经验，因为我们从未像两个分离的存在，一边是思维，一边是肉体，我们始终是一种带着身体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梅洛庞蒂认为，任何关于世界的概念化、理论化都无法彻底穷尽世界的真实。世界总是超出语言与思想的框架，而我们能触及它的方式，不是通过抽象的推理，而是通过那一刻，我们正在感知它。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知经验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永远处在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验必然带着视角，也注定不完整。当我们看向一个物体时，我们能看到它的形状、颜色、深度，却永远只能看到一个角度。无论我们如何移动，总有一部分始终在我们视野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是上帝视角，它总是被身体所限定的感知。而这并不是一种缺陷，恰恰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系统地展开了这一思想，并且对感觉数据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由一连串感官输入堆叠而成，而
是源自我们与世界持续的互动、感知与在场。在法国的思想舞台上，另一位与梅洛庞蒂并肩而立的哲学家是让·保罗·萨特。在认识论层面上，萨特与梅洛庞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拒绝胡塞尔的超验还原，都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但萨特的哲学里仍保留着一些笛卡尔式的痕迹，这正是梅洛庞蒂最反感的部分。萨特将存在区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自在之存在 （ENSOI）， 那是非人世界的存在，固定的、被动的，毫无意识；另一种是自为之存在 （POSOI）， 也就是人类的存在，一种纯粹的意识，一种能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存在。对萨特来说，人类与世界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存在。我们不是被世界定义的事物，而是在与世界的对抗中塑造自己的人。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开始反击整条从笛卡尔到现代哲学的传统。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被一种深层的二元思维所支配：存在与虚无，心灵与身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自我与世界，自在之存在与自为之存在。这些对立不过是同一套思维结构的变体。而新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也许问题就出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上。比如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他没有继续去问真理是什么，而是回头去问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某种东西是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大量历史研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一切概念都有它的历史条件。所谓理性知识人性，往往不是纯粹为了认知世界，而是被用来控制人的。知识不仅是认知的力量，更是权力的工具。在福柯之后，另一位思想的拆解者登场了，雅克·德利达。他提出一个激进的主张：所有的二元对立都带着隐含的价值偏向，因此也都是无法自洽的。在他的解构方法中，德利达试图揭示哲学中那些看似清晰的界限，比如真与假、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无论你对其中一方说了什么，几乎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另一方。换句话说，哲学的根基本身就像个不倒翁，随意摇晃。而这种对笛卡尔传统的反思不仅发生在欧洲，在美国也有思想家在质疑同样的问题。约翰·杜威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直接挑战了知识主要是理论活动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为了在观念中建构世界，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改造世界。知识不只是思考的产物，更是生活的实践。杜威认为，所谓经验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去认识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知识不是静止的把握某个真理，而是在行动中作用与被作用不断生成的。人通过行动去改变世界，同时也被世界反过来塑造。这种思想为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打开了新的方向。理查德·罗蒂正是这一思想线索的继承者与调和者。他试图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找到一条共同的语言。在他看来，20世纪最伟大的3位哲学家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儿，动摇了现代哲学关于知识的根本假设。他们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知识不是为了确立一个永恒的真理，而是为了让人类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继续理解、继续生存、继续行动。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哲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分析哲学。20世纪以来，英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它的根源有2条，一条来自符号逻辑，也称形式逻辑，另一条则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大陆哲学的宏大体系不同，分析哲学不追求建构庞然的世界观，而更关注细致入微的问题分析。它拒绝一次性解释一切的思维，而倾向于逐个问题、逐个概念的剖析。在认识论之外，分析哲学在语言、逻辑、科学哲学等领域也做出了深远的贡献。但即便在认识论方面，它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以一种冷静、精确、近乎数学式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思考的意义。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之中，又分化出了2种主要的路径，一种是从逻辑出发的形式哲学，另一种则以日常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哲学。前者追求的是思维的形式化与精确化，他们相信哲学的问题往往源自语言结构的模糊，而逻辑分析能够揭示思想的真实形态。这一路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塔尔斯基以及奎因。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如果思想是语言的延伸，那就必须用逻辑的语言去澄清思想。而另一条路径则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方向。他们认为哲学不该脱离普通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蕴含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摩尔、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他们用对话、举例、语义分析等方式去解构哲学中那些看似
似深奥，其实源于语言误用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的哲学版图上，形成了2种力量的张力，一种追求形式的纯净，一种是回到语言的原野。在这2条路径之间，有一位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哲学的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的一生仿佛是哲学思想本身的缩影。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学派的继承者，在逻辑哲学论中，他相信语言的结构就像一面镜子，能精准映照出世界的逻辑。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描绘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凡是无法通过逻辑表达的，都应保持沉默。但在晚年，维特根斯坦彻底改变了立场。在哲学研究以及论确定性中，他抛弃了那种语言映照世界的假设。他开始认为，语言并不是逻辑的投影，而是生活的实践。语言的意义并不来自它指向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哲学的问题不在逻辑的深处，而在日常语言的表层，在我们如何说话，如何理解，如何生活。于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也随之转向。哲学不再是追求绝对真理的系统，而是一种持续澄清人类经验的活动。如果要说分析哲学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把语言放在了哲学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哲学的问题往往并不是来自世界的复杂，而是来自我们对语言的误解。我们被语言的形式所诱惑，被词语的表象所迷惑，于是制造出了那些看似深奥的哲学难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是一场与语言对我们心智施下的魔咒的战斗。从20世纪初开始，哲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的问题，是概念使用的偏差、意义界限的模糊。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语言转向，它改变了整个哲学的方向。人们不再把哲学视为寻找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工程，而是视为一场清理语言、澄清思维的实践。哲学不再去回答世界是什么，而去问我们是如何用语言去构建这个世界的。在语言转向之后，分析哲学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分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3种是常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自然化认识论。所谓常识哲学是由哲学家 G.E. 摩尔提出的，他试图捍卫一种看似朴素却被哲学怀疑论不断挑战的立场，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许多确实的真理。摩尔说，我们无需证明地球存在，也无需怀疑它已经非常古老，更不用去质疑此刻还有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命题构成了我们对世界最基本、最可靠的常识。在他看来，哲学家们常常被怀疑论与理想主义的抽象推理所困，而忘记了人类认知的出发点。我们确实在这里，确实在生活。摩尔用一种看似平凡的方式提醒哲学界，也许真正需要被辩护的不是怀疑，而是常识本身。摩尔认为，任何与常识世界观相冲突的哲学理论都可以直接被视为错误。在他看来，所有的怀疑论与唯心主义都属于这种被常识否定的理论。他并不打算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来反驳他们，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我确实有2只手，这张桌子确实在这里，这就足够了。维特根斯坦同样反对怀疑论与唯心主义，但理由却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这些哲学立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语言本身。他们假定知识、信念、确定、怀疑这些词都有一种单一固定的意义，于是才会问出诸如“我怎么确定我不是在做梦”这样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词的意义取决于使用的情境。我们说我知道，在课堂、法庭、日常聊天中指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哲学的误区往往就源于这种语言使用的混乱。于是，维特根斯坦不再试图回答哲学问题，而是去消解它们，通过澄清语言的用法，让那些自相矛盾的疑问自然消失。在他的晚期著作《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对确定与知识这2个概念做了一个深刻的区分。他指出，确定并不是比知识更可靠的一种状态，相反，确定是所有关于知道与怀疑的语言游戏的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谈论我知道、我怀疑、我相信这些词时，其实都已经默认了一套更深的确定性背景，那是一种不被质疑、无需证明却支撑着我们所有行动的信念结构。维特根斯坦称这种确定性为对我们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东西，而这种理所当然不是一种思维状态，而是一种行动。正如他所写，行动是一切语言游戏的根基。在这句话里，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一个微妙却深刻的转向。哲学不再停留在思维与语言的层面，而是回到生活本身。我们的确定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在20世纪20-30年代，一群哲学家与科学家在维也纳聚集，他们自称为维也纳学派。从他们的讨论中诞生了一股新的思想潮流——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他们试图让哲学变得像科学一样严格，
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的意义，而是澄清语言与经验的关系。1936年，英国哲学家 A.J. 艾耶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让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哲学界迅速占据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革命性的标准：一个命题若声称在描述世界、表达事实，要想有意义，它就必须可以被经验验证，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如果一个命题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检验，那么它就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比如，这个桌子有4条腿，可被验证，因此有意义。世界的本质是灵魂的震动，不可被验证，因此是无意义的。对他们而言，哲学应当放弃形而上的幻想，只留下逻辑的清晰与经验的可证实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标准，传统哲学中许多看似深奥的命题，其实根本没有意义。比如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朽这样的陈述，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经验验证，甚至在原则上也无法被检验。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类形而上的言说并非错误，而是彻底的无意义。哲学不再是关于终极真理的追问，而是一种逻辑工作。它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澄清已有知识的结构与概念。他们主张，哲学唯一合法的功能是概念分析，尤其是对自然科学核心概念的逻辑澄清，比如因果概率规律解释。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哲学不再是宇宙的叙事者，而是科学语言的清洁工。1950年，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因发表了一篇具有爆炸性影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2个教条》。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假设发起了正面攻击。传统经验论区分2种命题，分析命题仅凭词义就为真，比如所有单身男子都是未婚的；综合命题其真假取决于经验事实，比如这张桌子是木质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认为前者属于逻辑与数学，后者属于科学与经验。但奎因指出，这种区分其实是人为的幻觉，我们无法在意义与经验之间画出一条绝对的界限。任何知识、任何陈述都不是孤立成立的，而是整个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共同面对经验的检验。换句话说，真理不是一块块砖，而是一张互相支撑的网。10年后，奎因在此与物中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新的方向——自然化认识论。在他看来，认识论不该是鲜艳的审查知识的合法性，而应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去解释人类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形成知识。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哲学从逻辑与语言的分析，重新回到人类作为自然存在者的视角。在奎因看来，这种自然化的转向意味着认识论不再是一门规范性学科，它不再告诉人们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怎样才算是正当的知识。相反，认识论的唯一合法任务是去描述知识的形成过程，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被验证、被接受的。它不再审判科学，而是观察科学；不再设定标准，而是记录过程。它关注的不是知识的正当性，而是人类作为认知者的实际运作方式。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推理，如何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奎因让哲学脱下法官的袍子，重新成为一名经验的研究者。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家们的认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知识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名字：伯特兰·罗素、摩尔、普莱斯、布罗德、艾耶，以及后来提出绘画含义理论的保罗·格赖斯。虽然他们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支持一个共同的立场——感官资料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古老而尖锐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张桌子，听到一个声音，触摸一块石头时，我们真正感知到的究竟是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还是只是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官印象？感官资料理论认为，我们并不是直接感知到外部事物，而是感知到介于我们与外界之间的感官资料。它们就像一层半透明的幕布，让我们间接地看见世界。感官资料这个词听起来抽象，但它其实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理解。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产生了幻觉，看见几只粉红色的老鼠在房间里跑动，他确实看见了某种东西，他体验到粉红色形状运动这些视觉感受，但显然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的老鼠存在，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视觉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资料。再比如，当你盯着灯泡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你可能会在黑暗中看到一个残留的光影，那个短暂浮现的影像同样是一种感官资料。而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正常的视觉经验中，感官资料理论也认为，我们依然不是直接看到外部事物，而是在感知由外物引起的那层感觉内容。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看到一张桌子，哲学上更精确的描述是，我感知到一种呈现为桌子的视觉经验。想象你正低头看着一枚便士，一枚普通的圆形硬币，如果你正对着它看，它确实显得圆圆的，但只要你稍微倾斜一下角度，那枚硬币看起来就不再是圆的，
而像是一个椭圆形的片面。在这个时刻，哲学家们会说，你的视觉中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感官资料，尽管那枚便士在现实中仍然是完完整整的圆形。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却成了布罗德、普莱斯和摩尔等哲学家眼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因为它暗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无论我们的感知是否正常，我们都只是在感知感官资料，而非事物本身。哪怕在最普通的视觉经验中，我们也并不是直接看到那枚便士，而是看到它在我们眼中呈现出的样子。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我们永远只接触到感觉的影像，那我们又如何能确定外部世界真的如我们所见？在这些例子中，感官资料理论的拥护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无论是看到幻觉中的粉红老鼠，还是盯着灯泡后的残影，又或是从斜角看那枚椭圆形的便士，在每一种情境里都有某种东西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所谓直接，意思是这种觉知是即时的，不依赖推理，也不经过判断。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猜那是什么，我们就是立刻经验到它，这就是感官资料。因此，感官资料常被定义为直接知觉的对象。而根据布罗德、普莱斯与艾耶的观点，感官资料与物理对象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物理对象可能看起来有某种性质，但实际上并没有。比如，那枚便士看起来像椭圆的，但它其实是圆的。然而，感官资料永远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它不会看起来是椭圆，但实际上是圆。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从这一点出发，感官资料理论似乎为感知的确定性提供了避风港。在这层感觉的世界里，至少有一样东西不会骗人。但正因为如此，感官资料理论也面临一个无法轻易逃避的难题：如果我们所直接经验到的只是这些私人的感官印象，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在它们背后真的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我所看到的桌子只是出现在我视觉中的一层感觉内容，那我又如何能确定在我不看它的时候，那张桌子仍然存在？罗素试图用逻辑的方式解开这个困局。在他的著作《哲学的问题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中，他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从感官资料出发，逻辑地建构出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并不是直接被我们感知到的，而是一种经过推理与归纳，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结构。在罗素看来，我们并非感知世界，而是用感官资料去重建世界。可这样的世界还算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我们心中一座精密的幻想？然而，这套精巧的理论很快就被另一批哲学家以一种看似朴素却极具破坏力的方式推翻了。这些反对者提出了所谓的显现理论，他们指出，那枚从斜角看上去呈椭圆的便士根本不意味着除了便士本身之外，还必须存在一个额外的椭圆形的感官实体。说便士看起来像椭圆，并不是在描述两个东西，而只是在描述一个普通的视觉情境，物体在不同角度下的不同呈现方式。把这当作另一个存在的对象，其实只是语言上的误解。最有力的一次反击来自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讲稿《感官与感知》中，奥斯汀以一贯犀利的语气指出，哲学家们之所以以为我们看见感官资料，是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日常语言与真实经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说我看见了一个视觉印象，我们只会说我看见了一枚便士。奥斯汀的批评几乎终结了感官资料理论的统治，哲学重新回到了一个更直接、更现实的立场。也许我们看到的从来就不是感觉的中介，而是世界本身。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显现理论虽然成功拆解了感官资料的假设，但它也被许多哲学家批评，认为它同样没有解释清楚幻觉与错觉的现象。毕竟，当我们看到不存在的影像或误认事物的形状与颜色时，那种感知经验该如何理解？难道就能简单归结为看错了吗？于是，一批思想家开始尝试新的方向。他们希望在承认感官经验可能出错的同时，仍然解释知识为何仍然可能。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立场：实在论与现象论。实在论是一种兼具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主张。在认识论层面，他认为我们感知到的某些对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而是公共的对象，也就是你我都能看到、能触摸、能讨论的那种世界中的事物。而在形而上学层面，实在论更进一步主张，至少有一些被我们感知到的对象确实独立于心灵而存在，他们并不会因为我们不去看、不去想就从世界上消失。正是这一点，世界独立于意识存在，构成了实在论与现象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实在论者看来，人类感知的世界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直觉而清晰的划分。我们似乎天然能分辨出世界中有两类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类我们称之为心理的，它包括头痛、疼痛、思想、欲望，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体验之中，是私密的、主观的，只属于个体自身。而另一类
则是物理的，像桌子、石头、行星、人类、动物，甚至彩虹、闪电、影子这样的自然现象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触摸它们，与他人共同指认它们。在实在论的认识论中，心理与物理的区别不仅是种直觉，更是一种关于经验边界的原则。心理性的存在是私密的，也就是说，它只能被一个人自身所感知。你可以和别人都说我头痛，但你们并没有同一个头痛，你的疼痛属于你，我的疼痛属于我，它们无法被交换，无法被共享。而物理性的存在则恰恰相反，它是公共的。一张椅子，你能看到，我也能看到，你可以触摸，我也可以触摸，我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这正是实在论的根基所在。世界中确实存在某些独立于意识的事物，它们不依附于个体的感受，却被所有人共同经验。在实在论者看来，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差异不仅在于公共与私密，更在于他们对心灵的依赖方式。物理的存在是独立于心灵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一个事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去感知它。想象一下，这张桌子，无论此刻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触摸，它依然在那里。灯灭了，它依然存在；人离开了，它依然在那里。稳固、客观，不因意识的缺席而消失。但对于心理性的存在，情况完全不同。一个头疼，只有当某个人真的在感受到它时，它才存在。一旦没有人头疼了，再说某个头疼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正是实在论的核心信念。在我们的思想与感受之外，确实存在一个不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世界。于是，传统的实在论认识论通常是从一个基本前提出发的：世界分为公共的与私人的两类经验，每个人都能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心理状态、疼痛、情绪、想法，这些不需要证明，它们一旦出现就无可否认地存在着。可问题在于，物理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视觉误差、幻觉、错觉，这些现象不断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感知的瞬间，我们都无法100%确定自己所看到的究竟是外部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仅仅一种感官的显现。比如水中看起来弯曲的木棍，它的弯曲感确实被我们感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中真的存在一根弯曲的木棍。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我们看见了某种样貌、某种出现。至于那种出现背后是否真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那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哲学家艾耶在他的著作《经验知识》的基础中，把这种困境称为自我中心的困境。当一个人看着他眼前的椅子时，他以为自己是在感知一个外部的物体，但事实上他直接感知到的只是一个感官显现，也就是视觉中那种像椅子的样子。而那种样子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体的内在经验，是私有的、心灵中的，他人无法直接进入。于是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这些私有的显现，那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在我们的经验之外真的存在那些独立公共的物理对象？人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时，我们凭什么相信那真的是一把椅子？面对这个挑战，实在论者发展出了两种主要的回应，一种叫做直接实在论，又被称为天真实在论；另一种则是表象实在论，也被称作因果理论。与传统的实在论不同，直接实在论主张，我们感知到的并不是某种中间的表象或心理的影像，而是物理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当你看见一张桌子时，你看到的不是一层视觉感受，你看到的就是那张桌子。当你触摸它，听见它被敲击的声音，你正与真实的世界直接接触。因此，在直接实在论者看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推论外部世界的存在，因为那世界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经验中显现出来。像摩尔这样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追随者，甚至认为感官资料也不必被视为心理的。他们提出，这些显现或许就是物理对象表面的组成部分，是桌面上的光泽、石头的反射、树叶的阴影与质感，它们并非存在于心灵之中，而是属于世界自身的表层。在这种观点下，意识与世界之间不再隔着一层感知的幕布，而是直接的接触。听起来似乎坚不可摧，世界就在那里，我们就在其中。但问题又回来了，感知异常，也就是幻觉、错觉、视觉扭曲，像一根尖针戳穿了这层哲学的自信。摩尔本人也最终在这一点上退了下来。在他最后一篇发表的论文《视觉感官资料》中，他承认，当我们从一个角度看一枚圆形的硬币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椭圆的视觉显现，而那个椭圆的显现显然不可能就是硬币真正的圆形表面。于是摩尔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那枚硬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拥有对物理对象的直接知识。世界似乎又一次退回到了那层介于显现与真实之间的模糊地带。表象实在论诞生于直接实在论崩塌之后，它是一种更谨慎、更理智的实在论，试图在怀疑与信念之间重新搭建起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洛克。在近代哲学中，洛克就是这一路思潮的代表。表
象实在论有时也被称作科学理论，因为它与光学、生理学、物理学的发现看起来是相互契合的。与其他实在论一样，它同样承认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感官资料，或者说那些存在于意识中的感知表象。但它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个科学化的解释：这些感官表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外部世界中的物体通过因果链条、光的反射、空气的震动、感官器官的刺激以及神经系统的运作，在我们心中生成了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直接看见世界，而是通过世界在我们感官中留下的痕迹，间接地认识它。按照表象实在论的解释，视觉经验，也就是看到的感觉，可以被完整地还原为一连串物理与生理的因果过程。比如，当你注视着眼前的一张桌子，首先光线从桌子的表面反射出来，穿过空气进入你的眼睛。如果环境条件正常，光线角度、亮度、眼睛的聚焦都恰到好处，这些光波就会抵达视网膜，在那里激活一系列微妙的神经结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再传递到双极细胞、结细胞，最后通过视神经进入大脑。在那一刻，一连串复杂的电信号被大脑解读，于是在意识中出现了一个视觉感官资料，也就是你所感知到的那个被看见的世界。从光线到知觉，从外部物体到心灵图像，这条因果链正是表象实在论试图描绘的感知通道。换句话说，看见其实是大脑接收世界信号的一次物理事件。在表象实在论看来，当外部世界的真实物体与我们心中所出现的感官资料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因果联系时，我们就能说那一份感知准确地再现了事物本来的样子。例如，当光线、视觉神经与大脑活动都按规律运行，你所看到的那张桌子、那轮月亮、那束花，就与外部世界中的它们真实一致。然而，一旦这条因果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光线折射的异常、感官系统的失调，还是大脑处理信号的偏差，你所体验到的感官资料就会出现扭曲与偏差。这正是表象实在论对视觉幻觉与错觉的解释。它们并非说明世界本身混乱，而只是因果过程失常时的知觉误差。因此，表象实在论其实是一种间接知觉理论。他认为，人类并非直接看到外部的世界，而只是直接觉察到自己的感官表象，那些感官资料。至于这些表象背后的真实物体，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与因果链条来间接认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我们无法把那份感官表象与原始对象并置比较，我们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感知去验证我们所见的是否真的与世界一致。于是，所谓代表也许只是一场幻象，我们依旧被困在现象的圆环之中，看似走出了唯心的孤岛，却依然无法触摸那片被感知所遮蔽的真实。如此看来，无论是直接实在论的天真，还是代表实在论的科学谨慎，都未能真正解答那个最初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真的在哪里？面对实在论所遭遇的困境，有些哲学家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他们被称作唯现论者。在他们看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在于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心灵之外的世界。他们拒绝那条经典的分界线，拒绝把世界分成客观存在的物体和主观感知的表象。对唯现论者而言，所谓物体不过是感知的稳定组合，是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而非隐藏在感知背后的某种实体。唯现论者进一步提出，所谓独立存在这个概念，要么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人类从未也无法获得任何支持它的证据；要么，如果我们仍坚持使用这个词，那它所指的独立也必须被重新解释，不能超出我们实际能获得或可能获得的感知经验。人话说，当我们谈论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时，其实是在使用一种未经反思的直觉语言。唯现论者要做的，正是挑战这种语言的自明性。他们追问，所谓独立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一切认知都依附于感知，那脱离感知的存在是否只是一种语词上的幻觉？所有形式的唯现论都带着一种强烈的验证主义精神，他们坚持认为，凡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主张都必须能够被验证，否则它就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声称某物存在于经验之外的说法都属于无效命题，因为一旦超出可感知、可确认的范围，所谓存在就失去了被谈论的依据。在唯现论者看来，世界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客观舞台，而是一个由经验构成的可验证场域。能被经验的才算存在，无法被经验的便等同于虚无。
那么，唯现论者是如何重新定义存在的呢？他们尝试用纯粹的感知语言去解释一句最普通的话：这个番茄存在。首先，他们会问：番茄究竟是什么？从感知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拥有一定大小、重量、颜色和形状的对象，它能被看见，能被触摸，能被嗅到。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可感知的属性一一抽离，再问剩下的那个番茄本身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剩，没有什么洛克式的实体基底在支撑这些属性，没有一个独立不可感知的东西躲在背后，等待被认知。换言之，番茄的存在并不需要诉诸任何超越感知的假设，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可以被经验到。因此，当我们说某个对象存在时，我们其实在说的只是一组可被感知的特征，它们被定位在某个时空片段之中。人话就是说，当我们说番茄存在，我们并不是指向某个隐藏的物体，而是在描述一组感知可能性。眼睛所能看到的红，手指触到的柔软与光滑，牙齿咬下时那股酸甜的味道。甚至当我们说隔壁房间里有一个番茄，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进那间房，我将看到一个熟悉的红色形状，摸上去柔软光滑，咬下去会有那种熟悉的味道与质感。在唯现论者看来，这就足够了。存在并不是一个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假设，它只是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说那颗番茄在隔壁房间里，即使没人看见，它也存在，唯现论者会回答，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被感知。在原则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可感知的。独立于感知而存在这个说法其实是被误解了，不仅被哲学家误解，也被常识所误解。因为当我们明白所谓对象不过是一组属性的集合，而这些属性又总是可被经验的，那么那种感知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就显得多余了。唯现论者认为，这道被哲学画出的深渊其实只是一场语言的误会，我们与世界之间并没有断裂，我们感知的就是世界本身。在唯现论的视角下，知觉错误或幻觉也有了全新的解释。判断一个感知是否真实，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对应某个独立的外部世界，而在于它是否连贯，是否可预测。举个例子，当我们说自己看到一个番茄时，这句话之所以为真，意味着我们的感知经验，现在与未来的会在某种规律中相互吻合。也就是说，如果那真是一颗番茄，那么当我们去触摸它，会感到柔软光滑；当我们嗅闻它，会闻到熟悉的果香；当我们咬下去，会尝到那股酸甜的汁液。而如果那只是幻觉，这种感知的连贯性就会崩塌。你也许看见了红色的形状，却摸不到任何东西，也尝不到任何味道。对于唯现论者而言，正是这种经验的连贯与可验证性构成了真实的全部意义。唯现论者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经验，他们把这一逻辑进一步推广，纳入了他人的感知。所谓公共世界，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舞台，而是多人感知之间的连贯与一致。当许多人都能看到同一颗番茄，触摸到同样的柔软，闻到相似的气味，这种感知的共鸣就是公共性的根源。反之，像头痛这样的感觉无法被他人直接经验，于是它就成了非公共的存在。同样的，独立存在也被重新定义。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物体，而明天、后天依旧能在相似情境中感知到它，这种时间上的连贯就构成了它的独立性。因此，唯现论者认为，无需假设任何超越经验的实体，他们也能解释实在论者想解释的一切。世界的公共性、持久性与可验证性，一切事实都可以在经验的连续与一致之中得到说明。当然，唯现论并非没有反对者，实在论者对他的批评往往集中在一点：他违背了常识。他们认为，把番茄这样的物体理解成一组感知经验或可能经验的集合，这听起来太过反直觉。在实在论者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经验，恰恰是因为外面确实有一个东西，它独立存在，并成为我们感知的来源。如果唯现论是对的，那岂不是意味着，假如世上没有任何感知者，宇宙中也就不会有任何物体？这显然与常人的信念，甚至与科学事实相冲突。毕竟，恒星与星系的存在，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无可否认。唯现论的支持者则坚决否认这种指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唯现论并不否认世界的规律性，它只是拒绝赋予世界一种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地位。至今，这场争论仍未有定论。在经验的世界与独立的世界之间，哲学始终在往复摇摆。或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世界是否存在于我们之外，而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在这片感知的薄膜之上理解存在本身。自20世纪最后1/4起，认识论迎来了新的转折，哲学家不再是这场讨论的唯一参与者。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
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都开始重新探问，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的。他们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深层的机制，视觉的工作原理，心智如何构建外部世界的表征，记忆中的信息如何被储存与提取。这些新方法实际上复活了旧日的间接感知理论，他们再次强调，知识与感知总是经过主体的经验折射。许多当代理论中使用的概念，例如质感与感受经验，在本质上与早期哲学中的感官材料几乎是同义的。然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并没有彻底消除怀疑，反而让某些早期的怀疑论观点重新浮现。例如，神经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在1993年提出，任何所谓的直接知觉理论，比如吉布森提出的那种，都无法成立，因为我们的视觉与感官系统在生理层面上包含太多中间环节。光线经过反射、折射转化为神经信号，再被大脑加工解释。在这漫长的路径中，知觉与外部世界之间早已隔着一层层间接性。正因如此，格雷戈里写道，我们必须放弃那些直接感知世界的幻想，转而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与现实间接相关且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假设。同样的，另一位神经学家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现象。他发现，即使在正常人身上，只要刺激大脑的某些特定区域，就能引发与幻知体验极为相似的感觉，也就是截肢者会感到似乎仍然存在的手脚在疼痛、发痒或被触碰。这一发现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含义。拉马钱德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知觉或许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映射，而是大脑自身制造的幻象。这实际上是笛卡尔恶魔假设的现代版本。我们永远无法确知那些感受到的痛楚、颜色与形状是否真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与之对应。基于这些实验性的发现，许多哲学家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激进怀疑论。例如，哲学家本森马茨明确指出，我声称知道在我自身的知觉之外还存在某种事物，其唯一依据只能是这些知觉本身的性质。但即使外在世界并不存在，这些知觉也可能依然如故。因此，我的这种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正当的根据。由此，马茨得出结论，正如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杜恩·皮里克所主张的那样，人类最终无法对自身感官经验之外的任何事物做出有充分根据的断言。哲学家们对这种质疑给出了各种回应。举个例子，哲学家阿弗鲁姆斯特罗尔认为，那些像马茨一样的怀疑论者以及许多间接知觉理论的支持者，其实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错误。他们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方式：科学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斯特罗尔指出，我们在讨论感官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忘了区分这两者。以视觉为例，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他所说的因果链，描述的是一连串熟悉的物理过程：光线反射、折射，进入眼睛，刺激视网膜，再由神经信号传到大脑。这一切遵循着明确的光学与物理规律。基于这种科学解释，间接知觉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在这条因果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信息都会被改变。光从外界物体反射进入眼睛，抵达视网膜后，光能被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转化为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沿着神经通路传向大脑。而在每一个突触处，信息又被重新组织、重新编码。换句话说，从光线离开物体的那一刻起，到我们看到它为止，这一连串的转化过程从未保留原样。正因为这条因果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改变输入的信息，他们进一步推论，当大脑最终生成外部物体的视觉图像时，这个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已经与最初的输入大相径庭，甚至与那个真实存在的物体本身也存在偏差。于是，持怀疑态度的间接知觉论者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我们看到某个东西时，我们无法确定眼前的感知是否真的反映了那个真实的世界。但斯特罗尔认为，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这整套论证其实只说明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儿：我们看到的图像与客观存在的物体并不相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确定那个图像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物体。事实上，斯特罗尔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感知都是被扭曲或改造的，那这种假设本身就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要证明所有感知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拿感知到的内容去和真实的对象做比较。可如果一切感知都不可信，我们连这种比较都无法进行，那我们又凭什么断言感知是不准确的呢？因此，斯特罗尔指出，声称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是不准确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被科学验证的主张，而这正是他对怀疑论立场最有力的反驳。从更广的视角看，认知科学的发展让这场讨论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关于人类感知的本质，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如今交汇在一起，让认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肯定的是，一场关于我们究竟如何看见世界的严肃辩论已经开始，而它的走向谁也无法预料。